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主要讲的是免费在本地使用 AI 的模型。近期一些好用的 AI 模型，因为政策的调整，突然之间就不能用了。这样的话，有的你已经部署在云端的工作流，整个就不能再用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本地有一个 AI 模型继续跑，这样就会比较稳定，比较牢靠。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这期主要讲的就是Llama Zip 本地运行免费的 AI 模型。Llama Zip 就像是《山海经》里的冰一样，人面鱼身成两龙，能巡游大地江海。Llama Zip 这个神器能让你在 AI 的世界里日行千里，把模型下载到本地，就像冰姨回归了昆仑山的冰雪，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你在它的 GitHub 上下载也可以，你用它的官网下载也可以，它主要支持的是这些模型。不能说很好，但是本地用应该是够用的。有时间的话再讲一下 Put， 没有时间就放到下一次。这是一个免费的 AI 云端模型的容器。视频推流机制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先看一下效果，用的模型是在Llama Zip 里面用了 Gemma 4这个多模态的模型啊。这个是一个读图的测试啊，按回车，它是流式输出的，基本准确的描述了这张图啊。再用这个命令总结一段音频啊，音频自己准备啊。复制一下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它是流式输出的，基本上就是和聊天工具的输出方式是一样的。基本上总结的还行啊，文字上有一点出入啊，但是这个就是我这个视频的开场白啊，就是为了要介绍本地运行的不受约束的、不受 AI 提供上影响的免费的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方法。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聊天的界面， Llama Zip 也是可以做的。复制这条命令，这个是以 Gemma 4做例子，粘贴进终端，按回车。稍等一下，正在启动 Llama Server， 这样就是启动好了。复制这个链接，复制好以后粘贴进终端，按回车，这样就有了。 Say hi 一下，打个招呼，这样很快就会有了回应。那如果你想要使用一个强大一点的模型，比如说这里用的是千问 3.6， 就复制这一条命令，在终端里先关闭上一个命令，按 Ctrl+C 就能关闭，粘贴千问这一条命令，按回车。这个会稍微等一下，因为它比 Gemma 4大很多，这样千问 3.6 也跑起来了。同样的，打一个招呼，这个进程就会需要等一下才会出结果了。好的，出结果了。模型的千问 3.6， 点一下就会看到详细的信息。先来看一下这个 Llama Zip， 它是一个能够装各种各样 API 模型的在本地跑的一个 App 啊，免费开源啊，新很多的。你要看它的官网，就点一下这个链接啊，这就是它的官网，你可以直接在它的官网进行下载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说明。如果你觉得直接读它的文档比较枯燥，你可以把前面这一个 github.com 变成 zread.ai， 它就会变成 zread.ai 给你直接读好的一份文档。中文的话在这里改一下就可以了，包括如何快速上手啊、构建与安装啊都有。Llama Zip 是可以用命令函的，它也有 UI 就是了。直接在它的 GitHub 上翻译一下。我们继续在它的官网上看，它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推理工具，用 C 和 C++ 写的。关于安装 Llama Zip， 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啊。因为是在 Mac 上，所以大概率会使用 Brew。如果你放在云端上，可以和 Docker 一起用啊。安装好以后，你需要一个模型来使用。它只是一个推理的壳子。继续向下拉，你需要模型的话就点开这个模型，它下面有很多模型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千问，这样你就会看到这里有千问的模型。你也可以找更小一点的模型，就比如说这个 Gemma 4，
它是 E4B 的，因为我本身 Mac 的资源比较紧张，所以我找的模型都比较小，像很多大模型，它动不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像 Anthropic 那个 Faber 最近才解版的，或者是像一些免费的模型，但是它有 rate limit， 所以无论怎么说，能够在本地运行一个模型是比较稳定而牢靠的。继续读文档，它支持多模型模式啊，不过这消耗的资源更巨大。这是它 UI 界面的一个列表啊，大部分都是免费的。这是它支持硬件的列表啊，这个没什么用。继续向下拉，在下面就是介绍它的命令了。首先要开始安装它，在 Mac 上会用的是 Homebrew 来安装 Llama zip，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命令，也可以去 Homebrew 的官网上复制命令，都可以。安装好 Homebrew 以后，就要开始安装 Llama zip， 用的就是这个命令，复制一下，粘贴到本地，按回车。一般情况下，终端怎么开呢？终端就是在 Spotlight 社区里面输入 Terminal 就打开了。遇到错误，他说这个东西不被信任，那没关系，我们用这个命令信任它一下，然后再继续安装。复制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问要不要继续安装，输入 Yes， 也就是输入 Y 啊，这样它就会继续了。看上去就是装好了。复制一下这一条命令，粘贴进终端。这个是一个验证命令啊，我们验证一下它是不是装好了。可以看到版本号，可以看到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服务器，这样就应该是装好了。清下页面，关于安装 Llama zip， 你可以直接到它 GitHub 官网上，在快速启动的下面点这个链接，进来以后向下拉，这里就有各种的安装命令了，选自己对应的系统，复制命令安装也可以。同样的，你也可以到 Zread 上面，在快速上手底下，这里有一个 doc install， 点一下，向下拉，这里也有各种系统所对应的安装命令。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麻烦，你也可以直接到 llama.zip 它的官网上面去下载。接下来是对于小内存的系统，需要临时释放一点内存出来，在 Mac 上就用这条命令，复制一下，粘贴进终端，按回车。因为用了输入，所以需要输密码，这样就会看到释放了13个 G 多的内存。希望你的浏览器啊 Docker 什么的不要开太多，不然这有可能要停掉一部分东西。接下来是要下载模型啊，我们会把模型下载到一个叫 Llama zip models 的文件夹底下，复制这一段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这样它就开始下载了，稍微等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爆点上下载啊，我选的是比较小的，因为我本身硬件的资源比较有限。你到爆点上以后，找到对应的资源，点一下这个下载按钮就可以下载了。这些都是语言模型啊。最后一个这个是读图的模型，也就是它是视觉模型，这个模型只有899兆啊，比较小。一样的，点一下下载按钮就能下载。或者你可以选一个更小的模型，如果你资源非常紧张的话，比如说我的资源就非常紧张，这个 Gemma4 E4B 的这个就属于非常小啊，而且按它这里讲法可能都不需要下来，应该是可以直接用 Llama Server 就可以给它跑起来的。这个还在下，我们等它下好了再继续，稍等一会儿就下载好了。尺寸看上去是差不多的，因为我本地资源有限，所以我选的是比较小的。当然我们可以先试验一下 Gemma4 E4B， 这个东西看上去非常小，理论上说它应该是可以直接保存在缓存里面啊，不用它会自动释放啊。直接复制一下这个命令，它和官网这个命令唯一的区别就是官网上用的是服务器来跑，我用的是 Llama 的客户端在跑。复制命令以后粘贴进终端，按回车，
这样它会先进行下载啊。它也有 MMPROJ 啊，也就是说它有读图的能力啊。稍等一下，这样就是加载好了。那Gemma4下好以后，我们就要试验一下，看看它的能力。我现在是在模型的文件夹里面啊。如果你看我刚才这个下载模型的命令的话，就知道模型文件夹的名字就叫做 Llama SIP Models。我现在是已经在模型的文件夹里面，用命令退出去一格，查看一下在上一级文件夹里面有什么。我主要是想说一下，我已经准备了2张图片，一张叫 code， 一张是 test.png， 还有一个 mp3 的音频。再次进入模型的文件夹，清一下页面。我们用这个命令来测一下它读图的能力。因为 Gemma4 本身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啊，它应该能读图、读音频、读视频以及和你聊天啊。在这个命令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参数叫做金甲。金甲是什么东西呢？金甲是一个转换器。因为Llama会把你输入的信息，在这个例子里面是一张图，转换成 token 格式的信息，这样 Gemma4 才会读得懂。而转换器的名字叫做金甲 chat， 因此它的 argument 就是-金甲。怎样？看我的视频长知识吧。复制一下这个命令到终端里面粘贴进来，按回车，很快它就开始了。这个是思考的过程。也就是说，它在本机上也进行了流式输出啊。这个是要求的分析，现在开始输出结果了，很快啊。这个答案基本正确啊，因为我截的这个图就是 ZRead 上面关于Llama的一个解释啊。清一下页面，然后复制这个命令，这个比刚才更进一步，虽然也是读图，但是这个图是有代码的。看一下这个代码是什么语言，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说明缺少了什么。复制好以后，粘贴进终端，按回车，很快就会出结果啊。因为 Gemma4 EB4 本身就很小啊，依旧有思考的过程。好的，有结果了。这个就是原图啊，确实是 JavaScript， 确实不完整，确实是缺少了执行逻辑。因为太长啊，其实下面是没有截到。总结也很清楚啊。因为 Gemma4 是多模态的，它应该还可以读视频或者读音频。我们这里就测试一下它读音频并总结一下音频的能力。复制这一段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一样提供了流式的输出啊。当然它是有 UI 界面的，我们这里只是先快速看一下它的效果。这里就是结果了，总结还是比较准的。这一段音频就是我这个视频的头部啊，也就是开场白啊。因为这个视频就是在说获得一个稳定、不受限制和约束、不受云端服务影响的 AI 体验啊。讲白了就是在本地跑 AI 啊。现在测一下千问的本地模型啊，也是让它读图，还是读这段 code， 但是不仅要它读出是什么语言，还要它修复成完整的代码。复制这段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就可以运行了。依旧是流式输出啊，这里已经有结果了，就是 JavaScript， 这是修改后的完整的代码，包括后面的执行部分。另外它还给出了详细的优化建议啊，挺好的。如果需要优化和扩展，它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啊。现在看一下 Llama SIP 的聊天界面，前面也说了Llama SIP 是有聊天界面的。先看一下 Gemma4， 复制这条命令，粘贴进终端，然后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粘贴进浏览器，按回车。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 Gemma4 的模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Gemma4 14B 这个算非常小了，它只有 7.46G 啊。点一下侧边第一个按钮，可以把侧边栏打开。New Chat 这个是可以打开新对话的。 Search 这个应该是能够搜索历史记录啊，关掉。MCP Service 牛逼，这个东西居然可以添加 MCP 的服务啊，这样它的功能就更强大了。你要连 GitHub， 要连 Atlassian，
要连 Stitch 要连 Figma 都可以啊，也可以连 PostSQL 啊，也可以连各种各样的云端啊。点一下 Settings， Llama SAP 不仅可以用免费的，它也可以用付费的，当然不是所有的 API Key 都需要付费就是了。它还有 Developer Mode， 这个 Developer Mode 有一点用啊，但是不是特别有用啊。它能够增加一些设定和预加载的设置啊，预加载的设置基本上是通过这个 Custom JSON 来完成的。它还可以添加一些 tool 啊，这样添加完 tool 以后，你的本地模型就可以和这个 tool 一起联合工作啊，比如说帮你写文章啊、总结文章之类的。Import 和 Export 这个的作用是可以 import 一些之前的对话，这样就不需要再一次去理解你问题的上下文了。Export 大概是可以把结果导出成某种格式，应该可以支持 zip 文件，也可以支持导出成 JSON 文件。没关系，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对话。这就和正常的 AI 聊天窗口一样，你要想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就点一下这个加号的按钮。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在 Add Files 底下你可以添加图片、音频、视频、文字和 PDF 啊。因为 Gemma4 本身是多模态的。问个问题，你是多模态的模型吗？看一下它是不是支持中文。它是支持中文的。然后这个停掉，我们试验一下千问 3.6， 因为这个比较大。复制好命令，粘贴进终端。有的小伙伴会问，为什么我的路径就是在本地文件夹？因为我已经进入了模型下载的那个文件夹了。命令复制好以后按回车，稍等一下，这个链接生成好了，就是复制这个链接，粘贴进浏览器按回车，这样模型就变成千问 3.6 了。你点一下这个千问 3.6 的按钮，这样就可以看到它的详细信息了。点一下这个加号，看一下 Add Files， 可以是图片，可以是视频，可以是文字，可以是 PDF， 但它不支持音频。问个问题，一口井深10米，一只蜗牛每天爬3米，晚上会向下滑2米。问多少天才能爬出来？发送，稍等一下。很快啊，就出结果了。结果是8天，这个是正确的。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啊，想开多个模型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让 Gemma4 跑在3300，那千问3这个端口就要改一下，随便改一个，改成3331都可以。然后在终端里面开2个页面，一个运行 Gemma4， 一个运行千问3，这样你就同时开了2个模型了。但是如果你本地硬件比较有限的话，其实这样开起来也会非常卡，甚至有可能直接卡到关机啊。如果你需要更新 Llama SAP， 就在终端里面运行这个命令，直接用 brew 来升级 Llama SAP。 另外 Llama SAP 它其实自己是支持很多模型的，把这个模型标签打开一下，你会看到它其实支持很多的模型啊。我只是选了比较小的一些模型来试验一下，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模型啊。那 Llama SAP 本地免费跑 AI 模型就讲好了， Putter 的话就放到下一次吧。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因为毕竟是本地嘛，没有限制，不受主流提供商政策的影响，脑洞想开多大开多大。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